男主人公翟明，25岁，来自北京，一位健身教练，本科学历，年收入20万元。女主人公丽丽，25岁，来自北京，是一位个体老板，大本学历，年收入70万元。来，有请两位。特别羡慕这有肌肉的男人啊，但是身材大，心眼小。小片里说是同学， 98年认识的。初中、高中啊？初中。那会儿没什么感觉。没有，那会儿我们学习都还算不错啊。心也比较踏实，就是学习啊。等到08年吧，08年我们有一次在电梯里偶遇，我没认出他，他认出我。你是怎么认出他的呢？因为原来印象也比较深嘛，然后后来虽然过了这么多年了嘛，但是我确实还能一眼认。好像超不过3天吧，包括我生日，就是他一心都在公司了。他是这么说的。你这好像话里有话，什么叫他是这么说的？事实不是吗？事实我没有看到。他永远不相信我是在谈事情去啊，他以为我去外边又跟谁一起出去玩去啊，又跟谁喝酒啊，唱歌呀。我没有那么大闲心去做这种事情。喝吗？回家的时候基本是宿醉。我不是每次都醉人回来吧，好吗？不是每次。那你说的也太夸张了。就是推推搡搡啊。但是你认为是推推搡搡？拜托。有什么打算？我还想做好我公司，希望他理解我，为我父母给我的这份钱，为我自己闯的这番事业，为我手底下这23个员工负责任。不对，你是24个员工，还有一个是我啊。这我理解。你不理解张老师？怎么了？他现在回家态度就是我是他的员工，去给我倒杯水去，我就倒杯水，就拿我当员工一样训。你觉得我在训你吗？那你不觉得你得到比员工多吗？我得到什么？现在我全都失去了。反正你觉得你跟我挺亏得慌的。亏得慌谈不上吧，至少不太满意。那我不知道你什么叫满意，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咱俩好，是吗？你说了，你有23个员工，其中20个都是高薪。为什么每次都是你喝？人家按时下班。我一操心的命，我不放心行吗？很有智慧啊，卜先生，每一个问题都点在人的腰眼上。听听老师们怎么帮你们分析、找问题。来，我们一起进入真心丘比特问卷。夏老师，我觉得你不够自信，不是不够自信，不够信任。对，是你对爱情不够信任。对，我跟他在一起。这3年半，我把他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他把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灰色。你能说明一下吗？就是举例说明他怎么越来越丰富多彩了。可能我以前的朋友会比较多一点啊，但现在我的朋友都离开我了啊，都认为我的就整个人都不给他了。我没有别的时间，我每天晚上跟人吃饭吃到9点，我不回家我就有罪恶感，我觉得家里还有什么活没干，还有什么事儿没做。可能他晚上回来喝多了没得吃，我要回去做饭。那你不觉得你的朋友之后都跟我很好吗？这东西人家，他的朋友全变成他的了。你要为你的人生负责任。今天我相信你要去交朋友，他能挡住你吗？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到这儿来，就是请3位老师还有赵川赵老师，给出我一个合理的意见，我应该怎么做？那我自己去衡量我能不能做得到。如果我能做得到，我会继续对他好，跟他在一起。如果你们给我的意见我做不到，那我想换一种生活。压力好大呀，这谁敢说话呀？我敢说话。来，袁老师，所有的一切我听出来了，你都在为他在服务，非常可爱的一个好先生，我觉得你很有福气。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呢？帅哥，你听着啊。我觉得还是出在你身上，你应该尊重他。刚才你上来的时候，你倒是说了一句，你说我身材很伟岸，但是我有个狭窄的心胸。一个男人长得可以很矮小，但是他的心像大海一样的开阔。那我觉得这个男人都比一个身材伟岸、心眼小的人可爱。其实我心眼小，只是在这近半年而已。每次都这样，每次都这样，说出一个道理又要解释一下。帅哥，我想跟你说，每一个人有选择自己生活和工作的权利。我觉得你没有权利干涉他选择自己工作和生活的权利。我也很爱他，我也很理解他，但是他给自己的压力太大。我就想告诉你，一个女人既要爱一个家，又要出去创业，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一件事。
然后作为一个你爱他的人，你要给他一个特别大的空间和一个宽阔的胸怀。布先生已经做得很不错。其实沈老师，你看回家做饭，在家里守候。为什么一个男人不能在家给一个女人做饭？为什么一个男人不能在家给一个女人洗个衣服？为什么一个男人不能在家收拾房间？我觉得我不是女权主义，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都有一个。当然，我今天如果我老公在这儿，他肯定不开心听我这句话，他就讲沈丹萍，你就是女权主义，你就是很过分，他不喜欢我这样，他就觉得我太强势了。但是我今天其实要为他说一句。真的没有什么，我觉得爱情没有高低，你就这么一点点忍让就不可以吗？是吧？我是从小看着您的演的戏长大的，我对您呢所说的话我非常非常的信任，但是我在这里请求您站在我男同志角度替我说一句好吗？谢谢您。这样子说，谢谢你赚这么多钱，为了我们的将来。如果能多抽点时间来陪我，如果下次少喝醉一点，酒少喝好，你就是好太太，我就更喜欢你，我很爱你。多说这句话，我相信他会增加点时间陪你，酒喝少一点，我相信能做到，你觉得吗？我在想说，我再加上一句话哈，我觉得爱情没有什么不能忍让的。我19岁的时候已经拍了很多戏。纠正沈老师一个观点：男人不是不喜欢强势的女人，而是不肯面对弱势的自己。我们很难想象男嘉宾平时在健身房里面很爷们的那种风范，然后回到家里面搓袜子、搓短裤那种感觉。男嘉宾非常坦言地说自己是一个大块头的小男人，但其实这种小男人的心态我非常的理解。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着一个女人在默默地支持他。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有着一大帮男人在摇旗呐喊。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所以导致在这个男性社会里，一个女人如果想要成功的话，她就势必要得到很多男人的帮助。帮助的过程当中，就难免会暗生情愫。所以我认为男嘉宾那种担心是非常非常正常。而且我还想告诉男嘉宾，就是你完全没有必要去过于的担心。事实上证明，不管是撒切尔夫人，还是在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任何一个很有事业心的女强者，一旦生了孩子，马上就变了，更多的母性就发挥出来。就像沈老师所说的，他现在不后悔当初的激流勇退，可能当初会有点后悔，但后来随着自己家庭的成长，这个家庭舞台的精彩，他越来越觉得当初的付出是应该的。对，他肯定跟他同龄人比，可能他觉得他这个舞台比他们绚丽的多。对，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他现在努力挣钱，将来要努力看病，而最惨的那个是我。现在我空手寂寞，
将来我独守病床。你这一点太过于悲观了。一个人就即使不去创办公司，即使在生活当中不是那么忙碌，你能保证他是健健康康的？因为我从事的是一个健康的行业，我完全理解不了这种喝酒的人。那你认为健康最重要的是什么？运动，那是身体上的健康。真正的健康是精神头，你知道吗？我现在所做的，以前我都不会做，我都是在开公司之后才做的。说做饭、洗衣服等等这些。我在家也做饭，我洗衣服、拖地。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给涂老师鼓个掌？我认为这个东西，企业管理说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其实夫妻之间谁有时间谁做了，是不是？您刚说这个特别对。他有23个员工，养尊处优，而他努力拼命在前线。身先士卒嘛，这不正常吗？他没有掌握到做公司、经营公司。那这样好了，你帮他经营啊，你帮他管理啊，成不成？我可以，我没有问题。是，那就可以啊，那挺好，夫妻店嘛，不多好？这就叫夺权嘛。每次都这样说，那你做呀。真的不太想牺牲我，不太想牺牲我健身的时间。你练得那么大块头，他一天到晚销售有什么用吗？你应该为他分担呢。他有23个人。他那23人不是不顶用吗？养尊处优吗？不顶你一个吗？是他不用，不是人家不干。兄弟，你认为错的不一定是错的，因为这公司不是你在经营，每个人有自己经营的方式啊。其实方法老师们都给你了，看不惯去参与吗？不放心陪着吗？那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们就是不放心，我们就是心眼小，总是有招的。你天天抱怨还是没用的嘛。听听朋友们怎么说，来踏浪旁观者清。我翟斌那个7、8年的朋友，他现在跟以前就是完全变了个人一样。比如我们一起有时候吃饭，吃完饭以后去唱个歌什么的，这很简单。然后他就不会去，然后特意的跟我们这个疏远这个关系。但是我觉得一个男人应该就是身边的朋友应该多一点好。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你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出去玩晚点回家，我觉得愧疚，是你说的吧？对。你要向他学习，他是怎么让你把这种出去玩都能变成愧疚的呢？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他出去加班的时候也愧疚。朋友接着说哈，我插了一句，然后后来就是到现在呢，等于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现在最不开心的是因为他女朋友不在乎他。一个女人可以创业，可以强势，但是回家我觉得就是没必要把公司那个外边那个状况还带到家里边。明白了。丽丽，你有没有考虑过说让他去到公司给你帮忙？考虑过，然后也跟他谈过这个问题，但是他每次都不去做，那我没办法，说过1次2次，他还是不去做，那我不想说第3次。但是我觉得你说过一句话，如果公司跟他之间一定要选择一样的话，你会选择公司。然后你忽略一件事情，他的另外一面叫做幸福。也就是说，如果公司跟幸福之间，你会选择哪一样？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他还是以现在这种现状维持下去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公司。OK， 我的建议是这样子，大家都要付出一点点，而不是从对方开始。我觉得你可以稍微努力一点点，做出一点事情来，证明说我真的有一点点进步，这样子你们才能把这个给化解掉，可以吗？你们考虑清楚，然后向对方去表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黄金60秒。安妮，其实我想对你说，此时此刻，甚至咱们到天将来这段路上，我也很自责。为什么这半年我什么都能给予你，但是给予不了你工作上的理解和支持？刚才台上我也在想，我到底能不能做到？我想听听你说。我决定，我要不要继续往下做，好吗？我知道你对我的好，但是有一点你永远不承认，就是你自己很偏执。你总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或许我也很偏执。相处这么多年来，我认为公司其实只是一个点，一个激发我们变成这样的一个点。我不希望夸大成一个面，无论怎么样，好还是不好，也都希望你好。也许不需要那么多时间。那就亮灯吧，别放手啊，不容易啊，走了这么久了。我觉得沈老师那段话说得特别好，人生有很多精彩的舞台，但是你后来发现，好多舞台其实都是给别人的，都是属于别人的，只有一个舞台是属于自己的，这个舞台的名字叫家庭。两位请回，谢谢你们，来，请回，请回。来，请关门。
诚如他们自己在表白的时候所说的那样，公司只是一个导火索，其实还是在情感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这些问题老师们已经帮助他们梳理了。你们觉得，以这2个人的关系，他们今天是会在这儿订婚呢，还是会分手？来，请选择。18.18%的现场观众觉得他们分手，更多的朋友希望他们能够订婚，还是祝福他们，但是选择权在他们自己手里。我们一起数5个数吧，来，5、4、3、2、1，请开门。有点遗憾，那可能也是半年多来积累的一个总报。